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，很多人第一眼看可能会觉得，不错啊，销量上涨，收入也增加了。可是仔细一看，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：车是卖的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利润却没有增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特斯拉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汽车业务遇到了压力啊？还是马斯克正在把更多的钱投入一个更大的未来？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数据变化。我们首先看这个汽车业务啊，这个第二季度特斯拉汽车交付量相比第一季度增长约 34%， 总营收也增长了约 26%。 从表面来看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净利润下降了约 5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说明特斯拉目前面临着一个压力，销量增长并没有完全转化成利润的增长。原因可能来自几个方面。第一，这个电动汽车市场现在可能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。以前消费者选择电动车啊，特斯拉几乎是主要的选择，现在不同了。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进入电动车市场，价格竞争越来越明显。为了保持销量，公司可能采取更加积极的价格策略啊。第二，特斯拉正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发展未来业务，所以现在特斯拉不只是卖汽车，它还在投资这个像自动驾驶啊，还有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呀，还有这个 AI 计算呢，还有这个机器人啊，这些投入都会影响这个短期的利润。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现象，汽车业务负责赚钱，但是公司正在把更多的钱投入未来。我们再来看一个重要的数据 FSD 用户从第一季度约128万人增长到第二季度将近150万人，增加了约22万人。这个数据很重要，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汽车行业有一个天然的限制，一辆汽车卖出去之后啊，主要利润集中在销售阶段，但软件不同，软件可以一次开发，持续升级，持续的收费这就意味着未来越来越多的特斯拉车主选择 FSD， 那么软件收入可能成为比卖汽车的利润更稳定。目前特斯拉已经拥有超100万级的 FSD 用户，所以市场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有没有用户了，而是这些用户能贡献多少收入，未来 FSD 的渗透率还能提高多少，每辆车的软件收入能不能持续的增长啊？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数据啊，就是自然现金流。第一季度约是7亿美元，这个第二季度就变成了负11亿美元。同时，这个资本的开支从约27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，超过2倍啊。研发费用也从约16亿美元增加到23.7亿美元，增长约 49%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啊？特斯拉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，重投资阶段。公司正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个 AI 训练，还有这个数据中心、自动驾驶，还有这个机器人，还有那个未来生产力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投资未来没有问题，问题是未来什么时候能回本？市场真正关心的不是马斯克有没有梦想，而是这些梦想什么时候能产生现金流。除了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，还有一个被容易忽略的业务啊，储能。第二季度储能部署这个增长约 53%。为什么这个储能重要啊？因为未来世界有2个趋势，第一，新能源越来越多，第二， AI 数据中心越来越需要电力。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不稳定，
白天有太阳，晚上没有，有风的时候能发电，没有风的时候就不能发。所以需要大型的储能系统把多余的电量保存起来。特斯拉的储能就是面向大型电网和企业的储能产品。未来如果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，稳定的储能会越来越重要。所以储能可能成为特斯拉未来重要的增长方向。把所有数据放在一起看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变化。以前的特斯拉主要的逻辑是卖汽车、扩大产能、降低成本、提高利润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汽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公司正在布局汽车、自动驾驶、AI、机器人，还有能源。简单来说，汽车业务负责今天的现金流， AI、机器人和能源业务负责未来的增长。但是市场有一个问题如果未来成功，特斯拉将打开一个巨大的新市场。如果兑现速度不够快，投资者就会开始担心投入的钱什么时候回来。所以看特斯拉的第二季度的财报，不能只看一个数字，也不能只看卖了多少车，也不能只看利润下降了多少。真正重要的是，特斯拉正在进行一次战略转型。它不满足于成为一家汽车公司，它想成为一家交通、能源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这样的超级科技公司。但是资本市场最终只看一个答案，未来的故事再大，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收入，什么时候能变成利润，什么时候能变成现金流，这才是决定特斯拉下一阶段的关键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以上内容仅用于市场信息分享和研究交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身的情况独立判断。